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车有多大吗？你见过比20层楼还要高的巨型挖掘机吗？在没有看到这些巨型机械之前，你可能以为路面上呼啸而驰的大货车就是最大的汽车了。但在全世界还有很多种体积非常庞大的工程车辆，普通的汽车放到它们面前，看上去就跟玩具一样。这些巨型车辆不仅体型庞大，价格也非常的高昂，它工作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更是我们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你如果拥有其中的一辆，一辈子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本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10款车，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这些陆地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卡特彼勒797。这是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于1998年生产的一款巨型矿山车，它的高度达到了 7.21 米，车身长度为 14.5 米，个别的型号长度达到了15米以上。这辆车搭载了一个117升 V24 的柴油发动机，功率高达3400马力，它的油耗非常高，百公里油耗大约为788升，加满一箱油大约需要5万多人民币。此外，这辆车的轮胎也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轮胎，它的轮胎直径达到了4米多，重量高达 5.3 吨。在2009年的时候，单是一个轮胎的造价就达到了42500美元。一辆车上配备有6个轮胎，每个轮胎就相当于一辆宝马3系的价格。这种巨型矿车从诞生至今，共衍生出了3个版本，分别是797、797B 和797F， 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2008年生产的 797F。 这辆车的有效载荷达到了363吨，装满货物的情况下，最快时速仍可以达到每小时68公里。第9个，别拉斯75710。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载荷能力最高的运输卡车。别拉斯75710是白俄罗斯的一家公司于2013年生产的一款矿用卡车。这辆车的长度达到了 20.6 米，相当于2辆首尾相连的双层巴士，宽度为 9.87 米，高为 8.26 米。它搭载了2台 V16 的柴油发动机，百公里油耗高达1300升。你如果站在这辆巨型卡车的旁边，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身高还达不到它轮胎的一半。这辆卡车的有效载荷高达450吨，它一次装载的货物就顶得上10几辆半挂车的总和。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大的车究竟是怎么装车的呢？第8个， L2350 装载机。眼前的这辆巨型铲车就是专为矿区的那些巨型卡车装车的。这辆巨大的装载机最初是由美国的一家公司于2000年生产的，后来几经流转，目前这台世界上最大的轮式装载机归日本的一家企业所有。截止到今天，它仍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挖土机称号。L2350 装载机的铲斗容量为 65.75 立方米，它一铲子下去可以挖70多吨的矿渣。如果用它来装载普通的半挂车，一次只需要半铲斗就可以将一个半挂车装满。这辆巨大的装载机搭载了一个16缸、排量为65升的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功率约为2300马力。这个大家伙的油箱容量高达3974升，如果按照今天的油价，加满一箱油大约需要3万人民币左右。这种巨大的铲车也只有真正的矿老板才能用得起。第7个， RH400 液压挖掘机。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台1000吨级的液压挖掘机，主要被用来从事一些大型矿场的挖掘工作。这个大家伙一铲子下去能挖85吨重的矿物，1个小时它就能挖走9900吨的矿渣。毫不夸张的说，仅需要1天的时间，它就能将一座小山夷为平地。这台挖掘机的重量高达1080吨。这么说各位领导可能没有概念，普通的挖掘机相信很多人都见过，就拿工地上干土方的那种大型挖掘机来说，大多数的机身重量也就在20到30吨左右，而眼前的这台 RH400 液压挖掘机却高达1000多吨，单从重量上它就相当于35辆普通挖掘机。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竟然是上个世纪的产物。早在1997年它就已经活跃在一些大型矿场了，距今已经过去了27年，这个大家伙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压挖掘机之一。第6个，卡特彼勒 6090FS 液压挖掘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液压挖掘机，没有之一。这台挖掘机的长度达到了 13.5 米，高度为10米，重量更是达到了1100吨。它的油箱容积高达1万升，按照现在的油价，加满一箱油大概需要7万人民币左右。这台挖掘机搭载了一个45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和一个容量为55立方米的巨型铲斗，它一次性就可以举起100多吨的物料，1个小时就可以装载近万吨的矿渣。它还配备了强大的液压系统，能够在各种恶劣的地形和环境下进行高效的挖掘工作。第5个，古斯塔夫列车炮。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建造的最重最大的移动火炮。
古斯塔夫列车炮是德国克虏伯公司在1941年设计研发的一种巨型火炮。这辆火炮的长度为47米，宽7.1米，高度为11.6米，总重量高达1350吨。它装备了一个800毫米口径的工程火炮，炮管长达32米，可以发射重达7吨的穿甲弹，最远射程距离高达47公里。在二战期间，它主要被用来摧毁一些大型混凝土建筑和一些巨型碉堡。它的威力虽然非常巨大，但机动能力却不太理想。由于过于庞大，所以每次上战场时必须将其拆解，然后利用特制的巨型运输车才能抵达目的地。到达阵地后，还需要由1400个人耗费3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将其组装完成。在组装期间，还要时刻警惕飞机的轰炸。总之，想要操纵这门巨型火炮，大约需要4000人的协作才能完成。当然了，一旦组装完成，那么它就成为了士兵们的噩梦。7吨重的炮弹一旦落入对方的阵地，就能炸出一个面积约为4个标准足球场一样大的深坑。它一炮可以直接打穿10米厚的混凝土防御工事。总之，就是被这门巨型火炮轰炸过的地方，基本上都会变成一片废墟，杀伤力非常强悍。第4个，爬行者运输车。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轨道运输车辆，这辆车的长度为41.2米，宽34.7米，高6.1米，重达2722吨。抬头看上去就像一个3层高的楼房一样，非常巨大。它搭载了4台1000千瓦的直流发电机，当满载货物时，最高时速可达 1.6 公里每小时。你没有听错，就是 1.6 公里，还没有你走得快。这辆巨型车辆诞生于1965年，距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它由美国的一家公司设计和制造，主要用途就是运载航天飞机和火箭发射台。当哈勃望远镜在太空中出现故障时，就需要启用这辆巨大的运输车，将航天飞机和发射台运送到发射场地。这个巨型车辆其实早在阿波罗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到了今天，它已经爬行了4000多公里。之后，随着美国的航天飞机退出历史舞台，这辆巨大的运输车也就被闲置了下来。第3个 XGC-88000 履带式起重机。起重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吊车，眼前这个大家伙就是目前世界上起重能力最强的履带式起重机。眼界的领导似乎已经注意到了，没错，这台世界第一履带式起重机就是我们国家的徐工集团于2013年研发制造的。它是当前全世界起重能力最强的履带式起重机，一经问世就创下了3项国际首创技术和6项国际领先技术，并且拥有80多项国家专利。这种巨型吊车主要被用来参与一些大型设备的安装和移动工作。它的总臂长度为144米，相当于40层楼房的高度。这个大家伙的起重能力高达4000多吨，最大额定起重力矩达到了88000吨米。什么概念？简单点说，就是它在一定的距离内可以施加的最大力量为88000吨。这也正是为什么它取名为 XGC-88000 的主要原因之一。第2个，大梭鱼拉铲挖掘机。这是1969年美国的一家公司制造的一款超大型拉铲挖掘机。这辆挖掘机重达12200吨，高度接近22层楼，它的铲斗容量高达168立方米，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铲挖掘机。这个大家伙一铲下去能挖将近300吨的矿渣，但是它的一个空铲斗就重达209吨。毫不夸张地说，它一铲子下去就能将一个100多平米的房子给挖走。这辆巨型挖掘机是美国在1969年为了挖掘露天煤矿特意建造的，建造时间约为2年，在当时共耗资2500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2亿多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14亿。这辆挖掘机的高度为67米，宽46米，吊臂长度为94米。它搭载了28台直流发电机，在工作时，它的用电量相当于27000多户家庭用电量的总和，但是电费每小时就需要花费数万美元。从诞生之后，这台巨型挖掘机便开始昼夜不停的工作。在服役的22年时间里，它共挖取了超过 4.6 亿立方米的土方，这几乎是修建巴拿马运河时土方量的2倍。后来随着美国当地对高流煤的需求下降，再加上电费一直在上涨，最终这辆巨型挖掘机只能被迫拆解报废。到了今天，只剩下一个巨型铲斗还保留在当地的一个公园内。第1个，巴格尔293斗轮挖掘机。眼前的这台大家伙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陆地车辆，它是德国克虏伯公司在1995年制造的一款巨型挖掘机。这台斗轮式挖掘机的高度达到了96米，长度为225米，重达14200吨。它的设计和制造耗时5年，组装起来也需要耗时5年的时间，总成本高达1亿美元。它配备了18个巨型铲斗，每个铲斗的容量为15立方米。眼前的这个巨大的轮子就是它的铲斗。这个斗轮的直径高达21.6米，相当于4层楼房那么高。
随着轮子的转动，铲斗就会将泥土挖起来，然后通过旋转倒在传送带上运走。它每天可以挖掘运输24万立方米的土石，相当于96个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的容量。这台巨无霸搭载了一个8600马力的发动机，它一天产出的土石可以装满2400辆巨型卡车，工作效率那绝对是相当厉害的。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这台巨型挖掘机的出厂费定在什么价格比较合适？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船有多大吗？你见过比航母还要大上一大截的船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一提起最大的船，相信很多领导第一时间会想起航母。确实，航母的确很大，但它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你知道吗？在全世界，除了航母这种大型海上移动工具，其实还有很多种体积非常庞大的巨型轮船，它们航行在海面上，就犹如一个浮动的城市。这些船上设有各种娱乐设施，以及在陆地上无法实现的娱乐项目，非常豪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些庞然大物。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10艘船，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海上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福特号航母。福特号航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军舰。福特号航母的全长达 332.9 米，高76米，宽78米，满载排水量高达10万吨，水面以上的高度大致相当于20层楼那么高。它是美国在役的第11艘航母，这艘航母于2005年开始建造，2013年下水，2017年正式服役，耗时长达12年，造价约为130亿美金，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造价最高的一艘航母。福特号航母拥有78米宽的飞行甲板，配备电磁飞机发射系统和先进的阻拦装置，整个航母大小可运载75架飞机和4539名人员。该航母是由2座 A1B 核反应堆提供动力，航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0节，也就是时速每小时50公里。此外，这座航母上的 A1B 反应堆的堆芯使用寿命长达50年，也就是说在50年内不需要为航母更换堆芯，从而增加了寿命周期内的执勤时间，具有理论上的无限续航能力。总之，这句话就是非常大。然而在今天的视频里，这艘航母却只能垫底，比它还要大的就是位列第9位的玛丽皇后2号邮轮。这是一艘英国跨大西洋的豪华邮轮，确切点说，应该是一艘大型远洋班轮。班轮也就是客船或者定期船，简单点说就是定期开航的船舶，性质就类似于公交车一样，定期出发，到站下车。玛丽皇后2号是世界上唯一一艘仍在服役的远洋班轮。这艘船全长达345米，宽45米，高度达72米，重达148528吨，吃水深度达10米，满载排水量高达15万吨。在这座船上设有15个餐厅和酒吧，5个游泳池，1个舞池以及天文馆，还有各种娱乐设施，非常豪华。整艘游轮可容纳2695人，但是船员就高达1000多人。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伙的油漆量，但是为这座船的表面刷上油漆就需要大概300吨的油漆。再有就是它的动力，跟大多数的现代游轮一样，玛丽皇后2号为电力推进，但是这座船的中央发电机组的发电量就相当于一座20万人口的城市供电量，这家伙航行在大海上就犹如一座小型的城市，非常壮观。好，第8个海洋和谐号。海洋和谐号是由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建造的绿洲级游轮，它是世界上第3大客轮，它的总长度达 362.12 米，比法国的埃菲尔铁塔还要长出约50米，宽约66米，高约64米，重达226963吨，建造成本约为8亿英镑。与大多数豪华游轮一样，海洋和谐号上同样也配备了餐饮场所与各种娱乐设施，非常豪华。这艘船分为7个街区，包括中央公园和浮桥，船上还拥有2747间大小不一的客舱，这些客舱可容纳5479名客人入住，全船的载客量高达6000人。更过分的是，在这座船上还设有一座拥有1400个座位的剧院和一个高达10层的滑梯，甚至迷你的高尔夫球场，娱乐设施应有尽有。身处这座船上就犹如站在一个商业街的街道上一样，整个就是一个浮动的城市，那家伙非常巨大。好，第7个海洋交响号。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洲级游轮，这艘船的长度达361米，高72.5米，宽47米，重达228081吨。它的整体体积大约是泰坦尼克号的5倍。它与上面的海洋和谐号一样，同属于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经营的绿洲级游轮。
海洋交响号的长度虽然略低于海洋和谐号，但是海洋交响号的吨位总体要比海洋和谐号大。在这艘船上配备有16个供客人使用的甲板，以及22个餐厅、4个游泳池和2759间客房。它最多可容纳6680名乘客以及2200名各机组人员。与海洋和谐号一样，这里同样配备了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非常豪华。登上这艘船就犹如登上了诺亚方舟。好，第6个，海洋奇迹号。海洋奇迹号与上面的交响号与和谐号一样，同样属于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拥有和经营的绿洲级邮轮。海洋奇迹号是该公司绿洲级邮轮中的第5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海洋奇迹号的总吨位为236857吨，长度达362米，船上设有18层甲板，2867间客房，可容纳6988名乘客和2300名船员。总体大小超过了曾经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海洋交响号。在海洋奇迹号没有下水之前，海洋交响号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但是随着这艘巨型邮轮的下水，海洋交响号的头衔被取代。其实以上的3艘大型邮轮都是一个公司运营的，它们的大小都差不多，除了以上的3个，还有海洋绿洲号以及海洋魅力号都被列为绿洲级巨型邮轮。这种邮轮主要就是用于从事度假、旅行或者提供一些其他的娱乐奢华服务。邮轮的整体组织方式就像一个浮动的酒店，上面有配套的接待服务人员，整体来看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性质的海上酒店。好，第5个 TI 级超级邮轮。TI 级超级邮轮包括 TI 非洲号、TI 亚洲号、TI 欧洲号与 TI 大洋号等4艘邮轮。这是一种主要用于运输原油的大型运输船。这种大型运输船的长度达到了380米，从船头到船尾的长度大约相当于4个足球场的大小。它的总吨位达到了234006吨，满载原油可达509484吨，航行速度每小时16.5节，约为每小时30公里。这种大型邮轮是由韩国的造船公司建造的，于2002年3月至2003年4月期间投入使用。由于这种 TI 级超级邮轮太过庞大，比巴拿马运河的船闸更宽，所以每次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都需要进行压载航行，否则这种大船便不能顺利通过运河。还有就是这种超级邮轮的甲板之所以整个漆成亮白色，主要就是起到反射日间航行时照射在甲板上的阳光，降低原油受热挥发出易燃气体的速率。好，第4个开拓精神号。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船、建筑船、起重船。这艘船长达382米，宽124米，重达40.0342吨，排水量高达100万吨。要知道，即便是地球上最大的航母福特号，排水量也仅为10万吨。开拓精神号的排水量足足是福特号航母的10倍，它是世界上总吨位最大的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船。该船于2011年至2014年在韩国的一家造船厂建造，到了2016年开始海上作业。这个大家伙在作业能力这一块，那家伙相当厉害，它被称为海上的大力士。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这艘船上的主起重臂有48000吨重的提升力，船尾的起重臂也可以达到2万吨的提升力。它专为大型油气平台的单调安装和拆除，以及创纪录重量管道的安装而设计，主要用来铺设天然气管道或者移动海上的一些大型工作设备等等一些海上工程。最初见到这个大型起重船的时候，本来打算用2艘刚性连接的自行式超级邮轮组合在一起，然后利用平台将顶部安装成一体，组装成一个起重船。但后来由于缺乏合适的邮轮进行改装，造船公司只能自己新建船体。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么一个海上巨无霸从建造到下水仅仅用了3年时间。好，第3个中海环球号。在2014年，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集装箱船。中海环球号的船身长度达到了400米，宽58.6米，重达187541吨，吃水深度为16米，可运载19100个标准集装箱和2000个冷藏点。冷藏点就是冷藏集装箱，主要用来运输水果、蔬菜、肉类和其他类似的易腐烂的货物。整个中海环球号的船体大小超过了4个标准的足球场，船身长度相比以上的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的海洋绿洲系列邮轮长38米，比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长67米，但是这艘船的发动机就高达17米，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船舶发动机。在航行时，中海环球号的最高航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3海里。这个大家伙于2014年12月从上海起航，于2015年1月7日抵达第一个停靠港英国的菲利克斯托港。就在到达这里的第2天，2015年的1月8号，中海环球号的世界第一大集装箱的地位被地中海航运公司的一艘大型集装箱船取代，第一大集装箱船的地位就此落幕。对了，还有就是在这艘巨大的船上仅有23名工作人员。好，第2个长帆轮。长帆轮也被称为永远的王牌。
它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长帆轮的船体长达 399.9 米，宽 61.5 米，重达235579吨，大约与1178头蓝鲸或者38780头大象一样重。它一次可以装载24000个标准集装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除了长帆轮，还有长翼轮、长四轮等等一系列的集装箱船，都属于长荣 A 级集装箱船。这里的长荣指的是中国台湾省的长荣海运公司。2021年3月底，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长四轮就是长荣海运公司旗下的 A 级集装箱船。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长四轮与长帆轮体积差不多，船身长度也达到了 399.9 米。当时由于船体过大，阻塞了苏伊士运河，导致全球航运中断。长四号在这里被困了将近1周，短短1周的时间，全世界的物价都受到了波动，造成了航运史上最大的交通拥堵之一。然而这艘长四轮还不是台湾省长荣公司最大的船，最大的集装箱船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中国长帆轮。好，第一个，海上巨人号。1981年在日本横须贺港下水，这艘船的原本的订购者是一名希腊人，但是他在拥有海上巨人号3年后，也就是在海上巨人号从建造开始还没完工之前，这位希腊的订购者就因资金链中断，将这艘船转卖给了香港的船王董浩云。董浩云接手这艘船后，将增加了87000吨的水位，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邮轮。在那个年代，正来运输原油，安全航行了7年后，这艘巨大的邮轮迎来了一次重创。在1988年的5月14日，海上巨人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时，由于受到两伊战争的影响，这艘大船遭到了伊拉克空军的攻击并沉没，最终沉没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到了1989年，两伊战争结束后不久，挪威的一家海运公司花费3500万美元购买了这艘巨大的沉船。该公司将船打捞起来，并拖到新加坡的吉宝造船厂进行修复。在经过大规模的修复后，这艘船被改名为快乐巨人号。然而挪威的这家公司在运营这艘巨大的邮轮时，并没有快乐多久。到了1991年，这艘船又以39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另一家挪威海运公司，同时再次更名为亚勒维京号。这次转卖历经10余年的服务后，到了2004年又被转卖给了新加坡籍的公司，并改名为诺克纳维斯号。该公司后将这艘曾经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改装成一个永久停泊的储油轮，储藏原油。到了2009年12月，该船又被出售给印度的拆船业者。2010年1月4日，海上巨人号在印度被拆解。到了现在，只保存下来一个36吨重的船锚。自该船之后，全球再也没有一艘邮轮有如此的载重量。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致命的公路在哪里吗？你见过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的道路吗？你知道吗？在全世界有这样一些险峻的道路，即便是一个拥有20年驾龄的老司机也不敢轻易尝试。这些道路有的修建在陡峭的悬崖边，有的盘旋在海拔上千米的高山上，被冰雪覆盖，还有的甚至直接修建在海水下，一旦驾驶失误就有可能被大海吞噬，非常危险。如果驾车行驶在这些道路上多打半圈方向盘，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其中有些道路从修建至今，每年都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非常危险。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8个公路，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致命的道路。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8个，格伊斯通道。格伊斯通道是位于法国的一条潜水堤道，它连接着法国大陆附近的一个小岛，全长约为 4.2 公里。这条路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被淹没在海水下的。因为受到潮汐现象的影响，这里每天只有等到退潮的那一小段时间，这条路才会显露出来，让车辆通行。也正是因此，这条路也被评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道路之一。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如果想要开车从这条路通过，必须要赶在道路两旁的潮水没有上涨前的几个小时，或者是海水退潮之后才可以通行。除了这些，行驶在这条路上的车辆是不允许发生意外的，因为一旦遭遇堵车或者其他车辆问题，导致车辆无法正常行驶时，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时间一过，潮水会毫不留情地将道路淹没。格伊斯通道自1840年正式通车以来，已经葬送了无数交通工具，多数都是因人不了解这里的潮汐时间，才导致悲剧发生的。之后，人们为了加大格伊斯通道的安全系数，便在道路的两旁设立起了一些安全塔。如果车辆发生意外被困在路上，人们可以站在这些安全塔上等待救援，或者等待海水退潮。在这里，不遵守涨潮退潮的时间盲目通过是非常危险的。好，第7个，横贯撒哈拉公路。这条路位于阿尔及尔，它全长4500公里，整条公路穿过了地球上最大的沙质荒漠——撒哈拉沙漠。
它横穿非洲3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如果你想驾车去往撒哈拉沙漠的深处，那么这条路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不过前提是要做好随时丧命的风险，因为在全世界一般很少人会有胆量去挑战这条公路。横贯撒哈拉公路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这里恶劣的环境。要知道，撒哈拉沙漠白天的温度接近50度，地面沙子的温度最高可达70多度，并且沿途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燃料和水，再加上沙尘暴会长年累月地将巨大的沙丘推到道路中间，阻塞公路。一旦车辆被堵或者车辆损坏无法行驶，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在这条路上补给站很少，再加上沙尘暴和极端的高温，不但我们的身体无法对抗这里恶劣的气候，即便是我们驾驶的车辆也很难经得住这种环境的摧残，非常危险。第6个，科雷玛公路。这条公路也被称为幽灵之路。之所以会有这种恐怖的名字，是因为在这条路的下面埋藏着将近17000名修路工人。科雷玛公路位于俄罗斯，是俄罗斯连接马加丹和雅库茨克的一条干线公路，它全长2032公里，并且穿过了地球上最冷的人类居住地奥伊米亚康。这里的最低温度可低至-60多度，即便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温度也只有15度而已。因此，科雷玛公路也是地球上最冷的道路。科雷玛公路于1942年开始修建，由于其地处高纬度的极寒无人区，地理环境复杂，并且气候寒冷，冬天的气温最低的时候可以达到-70度。由于当时的修路工人多数都是囚犯，所以在筑路过程中并没有配备一些防护措施，因此在科雷玛公路的修建过程中，很多人抵御不了这种寒冷的气候，纷纷被冻死。然而由于死亡人数过多，一些死去的工人当时则直接被埋藏在挖开的公路冻土下。在夏天的时候，驾车行驶在这条路上，有时候还能看到一些工人的尸骨，因为一旦到了夏天，这条路就会融化，整条道路就会变得泥泞不堪，看上去就像是一片沼泽地，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只有在冬天地面被冻起来的时候才可以通行。再有就是这条路的危险之处就在于低温，因为极低的温度会导致车辆熄火，车辆一旦熄火，随后等待我们的可能是被冻死，或者遭遇老虎、豹子、狼群等等一些野兽的袭击，非常危险。好，第5个，郭亮洞。郭亮洞又称郭亮隧道，它位于河南辉县，修建在海拔1700米高的太行山悬崖上，但是看上去就让人胆战心惊。这条路全长约1300米，宽约4米，距离地面的高度高达100米以上，景色非常震撼。由于其险峻的建造环境和独特的自然地貌，在1976年这里还没有正式通车时，郭亮洞就被外界发现，并且被列为世界上最险要的10条路之一。更让人震惊的是，这条在悬崖绝壁上修建的隧道竟然全是由人工开凿出来的。这条隧道于1972年3月9日开工，至1977年5月1日通车，历时5年。建设过程中清理石渣 2.6 万立方米，开凿山石打凸的钢钎就重达12吨，打烂了7斤重的铁锤4000个。当地的老人和孩子都参与了这条悬崖隧道的建造，期间还有村民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从以前的偏远村落已经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非常壮观。第4个，卡喇昆仑公路。卡喇昆仑公路也叫中巴友谊公路，这条路于1962年由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建造。卡喇昆仑公路北起新疆喀什，穿越卡喇昆仑山脉，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的西端。公路全长1032公里，其中中国境内416公里，巴基斯坦境内616公里。在我们国家境内的最低海拔都在1154米，最高海拔达到了4733米。由于其坐落在昆仑山脉，地形险峻复杂，气候恶劣，这条路从修建到通车，中巴双方共有700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相当于每公里的公路都是用一条人命换来的。修建这条昆仑山公路，单是炸药就用了8000吨，向外运送的土石多达3000万立方米，动用近2万名建设者，花了整整10多年的时间才将此路修筑完成。这条路的危险之处要比以上的多得多。这里地质情况极为复杂，行驶在这条路上可能会面临雪崩、山体滑坡、落石、塌方、积雪、积冰，甚至地震等地质性灾害经常发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条公路上的桥梁设施经常遭到破坏，车毁人亡的惨剧常常发生。以往每年一进入到秋冬时节，出于气候原因，卡喇昆仑公路大部分时间都会被封闭，非常危险。好，第3个，佐吉拉公路。佐吉拉公路是位于印度的一条贯穿克什米尔山谷到拉达克的一个高山通道，它位于海拔3528米的高山上，道路的一侧就是100米深的悬崖，并且还没有安装任何防护栏。更致命的是，不但没有防护栏，就连公路上最基本的警示桩或者标记都没有，转弯时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车毁人亡。
再加上道路狭窄，时不时的山上还会有落石，一眼看上去，这里好像并不能算得上是一条公路，反而更像是一个小型的山路。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么一条看上去就两腿发软的道路，在当地却是一个主流通道。因为这条路是连接拉达克通往外界唯一的一条公路，在道路开放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很多车辆从这条险峻的道路上通过，其中还有很多都是运载货物的重型车辆。一遇到下雨的时候，这条路会变得非常泥泞，危险指数飙升。但即便是这样，在当地照样会有卡车行驶在这种泥泞的路上，非常危险。第二个，道尔顿公路。这条路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它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道路之一。道尔顿公路从古德到艾洛特，沿途经过北极台原地区，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的北部，进入北极圈，全长达666公里，大部分都是由砾石铺垫的。砾石也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石头。之所以使用砾石，是因为在恶劣的天气行驶时，砾石能够为车辆提供更大的摩擦力，同时也会让道尔顿公路不会像铺路过的路面那样容易结冰，从而更好地保证了驾驶员的安全。光滑其实还并不是最可怕的，这条路的危险之处主要就在于它的荒凉程度。由于道尔顿公路坐落于极度寒冷并且偏远的荒凉地区，所以导致几乎没有人愿意在这条路上开设补给站，也就是说沿途几乎没有歇脚的地方，甚至连加油站都寥寥无几。行驶在这条路上能看到的就只有森林、苔原和山脉，运气好的话，驶进北极圈之后还有可能会遇到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北极熊。在当地一般人是不会盲目来这里的，这条路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运输石油，通常都是供一些大卡车行驶。除了荒凉，其实最可怕的还是气候。这条路的北端属于极端的北极气候，先不说能不能驾驶得了这里极端的路况，但是寒冷这一点就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非常可怕。好，第一个，北永加斯山路，这里被誉为地球上最危险的道路，也被称为死亡之路。北永加斯路是位于南美洲玻利维亚的一个山区公路，它连接着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北永加斯山路全长约为60公里，这条路最窄的地方仅有3米，道路的一侧就是深达300多米的深渊和热带雨林。与佐杰拉公路一样，道路旁也没有安装护栏，并且该地区多雨多雾，遇到雨雾天气时，不仅路面看不清，四周的视野非常不好，能见度非常低，路过的司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落悬崖。据1999年至2003年的统计，这条路平均每年都会发生多达200多次的交通事故，接近上百人死亡。驾车行驶在这种路上，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有可能直接免费体验300米高空的自由落体，非常危险。没有一定的驾驶技术是不敢轻易尝试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